哀家的亲儿怎么如此偏袒外人？说什么秉公处置，丞相呈上一车的证据，他还不立刻判死？那窦婴以伪证诬陷丞相，竟然只判他下狱待罪。母后，先别生气，皇上向来断事英明，心明眼亮，今日这事或许另有因由。皇上向来重孝，有什么原因让他忤逆母后的意思呢？除非是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吧。你说的是谁？哎呀，这些事我真是不敢乱讲。说，哀家要你说。冠夫和窦婴两人是魏夫人的救命恩人，会不会是魏夫人为了感恩图报，已经在枕边求了情呢？又是他！母后息怒，皇上该不会为了顾及一个姬妾的面子，而把母后和舅父的颜面放一边吧？娇儿，你时时都在皇上身边，为何不好好劝劝皇上呢？皇上怎么肯听我的？我也不想跟别人争。哀家就知道他会骗心，可娇儿你才是他的皇后啊！算了算了，后宫的事，皇上只听那个魏夫人的，娇儿都不敢多话。可怎么连朝政大事，也任由一个小小的姬妾随意摆布呢？这成何体统？魏夫人求见。来得正好。拜见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臣妾听闻皇太后最近胃口不佳，特意带了几样小点，请皇太后品尝。你弟弟卫青可好啊？谢皇太后关心，卫青一切安好。既然你弟弟一切安好，那你自然胃口极佳，吃得下，睡得饱。哀家可就不好了，哀家的弟弟身为丞相，却被人欺辱，你叫哀家怎么吃得下？你把这些吃的东西带回去给你弟弟吃吧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只是关心皇太后凤体安康。哀家这个皇太后能否安康，看来还得你这个魏夫人说了算呢。臣妾愚钝，臣妾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愿听皇太后教诲。丞相手里如山的铁证，都不比你魏夫人的一句话。能颠倒黑白，干扰皇帝，逆错为正。臣妾不敢，请皇太后明鉴。何况皇上英明，又怎会受臣妾左右？你是否左右人心，哀家早就看透。魏长公主伶俐可爱，哀家赐她小点，可她却要看你的脸色才敢吃。皇太后，只因魏长公主身子，哀家早就识破了你心口不一。嘴巴上说不干政，可背地里却结党连群，勾结窦婴和冠夫，陷害我们皇室宗族。母后，或许这件事情魏夫人实不知情，纯粹是皇上圣裁。其实不用魏夫人开口，皇上也会顾及她的感受。那丞相受辱就可以不理了？哀家今日身为皇太后，都护不了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日哀家故去，他还不任人宰割，任人鱼肉？母后，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？母后凤仪天下，寿山福海。魏夫人精心为皇太后准备了美典，可见她也自觉不适，有请罪之心了。皇上平日最看重的是妹妹所说的后宫和乐。妹妹呈上的食物，母后你怎么也吃一点点，好让妹妹尽她的孝心，也算是顺皇上的心意啊。别让母子之间有嫌隙。荒唐！哀家要吃他的东西，
才能维系哀家和皇帝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表示我们母子无嫌隙。他算什么人？哀家吃他的东西，哀家不吃不吃。哀家非要灭了他朋党不可。皇帝如果不下旨杀了冠夫，哀家就绝不吃任何东西。看皇帝到底是听你这个姬妾的，还是听我这个母后的？皇太后，臣妾向陛下请罪。你这是为何？快起来！臣妾愧对陛下，不能让皇太后息怒，反增其忧恼，让陛下为难了。再没有什么为难。朕刚已下诏，判冠夫死罪。什么？有什么好诧异的？朕还能有什么选择？可是陛下，杀人诏书一下没法挽回，陛下可否？罪证如山，不得不杀。可是，证据会否造假？又或者是遭人陷害？也许可以。够了！你既然知道朕有多为难，怎么还说这些？你忘了朕有多想在廷议中救出冠夫，再一举罢相吗？是臣妾多言了。臣妾只是怕，陛下杀错了一个曾经福业相助的人，将来会后悔难过。冠夫亲族鱼肉百姓，桩桩件件皆有证可查，不容抵赖。即使未必全跟他有关，他也脱不了纵容之罪。朕若不严惩，以正朝纲，同样是纵容。臣妾愚昧无能，未能为陛下分忧。你若想替朕分忧，就想办法让母后进食。之前朕念及冠夫的忠勇，不忍治罪，但已有人暗中议论纷纷，说朕姑息养奸，成了昏君。朕不想再担负个饿死亲母的罪名。朕只是想，唉，算了。白明，在。朕要出去透透气，其他人不用相陪了。诺。皇后真有雅兴。给陛下请安。刚才太过入神，未能及时迎驾，陛下恕罪。无妨。朕刚才听到琴声，就循声走到这里。原来是皇后在此抚琴。其实，臣妾并非抚琴，而是在谱曲。哦，谱曲，唱新曲。这是在为谁谱曲？是为母后。母后先前心情不佳，臣妾刚刚去探望她，她总算答应臣妾肯用膳了。真的？臣妾也甚是高兴，所以就想着谱首新曲弹奏于母后，好让她抒怀。以前不知你还懂音律。臣妾知道自己脾气急躁，总惹陛下心烦，所以臣妾决心改过，学习陶冶性情，修身养性。音律果然能让人有所改变。以前臣妾事事好强，只顾争风吃醋，到头来真是烦了陛下，也苦了自己。其实，臣妾已是6宫之首，应该以嘉德一行作为典范，又有什么要争、要计较的呢？与音律作伴久了，臣妾才渐渐明白，有时候几个简单的音节，只要相辅相成，就可变奏出各式曲调。过多修饰堆砌，
反而变得杂乱扰人。舍得放下，才是正理。这与后宫处世之道，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没想到皇后能有这番领悟，这种转变，真让朕另眼相看了。陛下过奖了。其实，臣妾只想做个好妻子，统帅后宫，照顾母后，希望能为陛下分一点忧，于愿足矣。你能劝服母后不再绝食，已是帮了朕一个大忙，应记一功。陛下，这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哎，这是什么香？味道这么熟悉。陛下还记得这香气？当年你还未当太子，有一次你跑来告诉臣妾说，很喜欢祖母房中的香味，臣妾就悄悄地去偷了给你。我们还一起躲在宫中一角，偷偷的吻。后来被祖母发现了，要罚你抄礼经呢。转眼今年，陛下登基，臣妾位极皇后，陛下也兑现了金屋藏娇的诺言。可是房中已无香，金屋也……臣妾怨怼过后，也只得内省，发觉自己真的有很多不对。陛下，臣妾过去让你为难了。金屋怎会无香？现在这香气更胜当年，少了浓烈，却更添几分醇厚。陛下若是喜欢，臣妾以后日日为陛下添香。为朕弹奏一曲，来，为朕弹奏。陛下，此曲臣妾还未写好，怕陛下见笑。不过，交房殿中倒是有几首写好的，陛下若有兴致，不如去评定评定。好，白明，起驾交房殿。诺。煽风点火，惹太后绝食，抚琴谱曲引皇上欣赏，再来个熏香回忆，扣君心垂帘，真是技技精妙，引得皇上重临交房殿，让我娇儿重获圣宠。要不是窦太主事无巨细，述说周详，小人也不能对困局了如指掌，一矢中的。先生果然是料事如神，足智多谋，堪称世外高人。为何不让我早点遇见你呢？袁叔一直怀才不遇，如今终遇伯乐，这是小人的福气，这是命啊！袁叔愿为窦太主和皇后效犬马之劳，忠心不二。好。那个丞相田汾真是没眼光，不懂得欣赏人才，竟使出用计不用人这种卑劣的手段。哼，田汾的失算反倒成了我的胜算。从今之后，先生你真是要多为娇儿出谋划策，我们母女一定不会亏待你，必重重有赏。多谢窦太主，小人如今只使了第一计，还有千方百计，定能扫除皇后身边的所有障碍，永保皇后统领六宫，母仪天下。好，那就好。但是如果要令我娇儿常得圣恩，目前我要对付的人就是卫氏一族，请窦太主放心，窦太主一声令下，要他们永不超生，也只在鼓掌之间。
子夫，祈福的花都够了吧？够了。子夫，你也别太担心冠大人还有魏齐侯他们了。他们仗义敢言，又对我有恩，我怎能不担心呢？可是，连皇上也被逼下诏降罪。子夫，你以这山茶花为他们祈福，我相信他们必能像这花一样，花期绵长，生生不息，遇上寒霜依然盛放，绝处逢生。皇后金安。哟，妹妹这么清闲，有空来赏花呀？臣妾不是来赏花，只是来采花做祈福之用。祈福？哦，对了，你是应该祈福，好让皇太后不再生你的气，皇上不要冷落你，还有你身边的朋友平安无恙，逃过疾刑。原来魏夫人这阵子如此时运不济，事事不顺呢。我实在是太忙了，本想去帮妹妹祈福，可是皇上天天来我交房殿，我真是分身乏术啊。皇上喜欢边享花酒美点，边听我抚琴唱咏。唉，若不是我亲自采的花，亲手做的小点，皇上都不吃呢。让皇后操心了，臣妾不是为自己祈福，臣妾只是希望皇太后能身体安康，皇上顺心如意，也希望朋友平安无事。唉，想不到你愿望那么多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不过，只怕想让皇太后长乐无愁，那你的朋友就难保平安了。我们走。她虽然是皇后，但也不能这么嘲讽人吧？不用生气，我们只要不在意，笑骂由人，便能心安。而且，反正我也什么不求，只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平安开心就好了。嗯。君侯，君侯，魏大人，君侯，你还好吗？我和姐姐都很担心你，可是她不能亲自来看你，还望君侯见谅。魏夫人可真是有心呐！烦你转告，老夫还好。君侯，你本为朋友之意，替关大人解困，不想却令自己身陷囹圄。其实是我害了他。如果当初不是我坚持让他去田汾的婚宴，如果不是我在婚宴上受到田汾的冷落，冠夫就不会醉酒怒骂田汾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君侯，有什么是晚辈可以为你做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皇上能处理了。幸好先帝留下了遗诏，若我在危难之中，可承诏面圣。我已命子侄将遗诏送入宫中，相信很快就能见到皇上。我要为官府再次申辩。想见皇上，你是做梦的吧？丞相，何出此言？窦婴伪造遗诏欺君罔上，最终还是死路一条。田汾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伪造遗诏，亏你也想得出来。所有诏书都于尚书署有存档，就是在尚书署找不出窦婴所呈上的那份遗诏的副本，那还不是造假吗？不可能！
我窦婴一生顶天立地，从无欺上瞒下，怎么会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？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皇上如今呐，重修了与我姐姐的关系，才不会为了你再伤了母子情谊。窦婴，我本念你我曾同朝为官，我真的想放你一马，可是你自绝后路，犯下这种死罪。你跟冠夫这么要好，明天他上路之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冠夫今晚吃过最后一顿，明日午时就押赴刑场处斩呢。哎，你别急，你也很快要跟到黄泉路上相伴，再可以把酒共醉了。轻轻，剑术就这么高超，有我当年杀吴军的风范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庆幸当年选你做我的家将。关大哥，你不但提拔我，还以平辈论教，视我为兄弟。段宏，无以为报。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的就是他，虽未及从军之领，但忠勇果毅，可造之才啊！这位就是魏齐侯窦丞相，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，就是他。段宏拜见丞相。很少有人能对得上他的眼，看来你一定有过人之处。我很想知道你有多少本领，不过你要先陪本相饮上几杯。谢丞相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冯远，你不是回京了吗？怎么又折返？我在途中得到消息，魏齐侯窦婴被指伪造先帝遗诏，被判斩首示众，特回来相告。什么？不会吧？我们刚回来就得知冠大人下狱，然后是他的死讯，现在又轮到魏齐侯。是京城前来的戍守将领所说，应该不会假。撤！撤！段兄弟，你看这把剑如何？丞相宝剑，误如其主，剑锋凌厉，灵气逼人。此剑与你相配，你留下吧。段宏怎受得起？你为籍贯，就得冠夫引荐，可见你是贤能之辈。这把剑，段兄弟受之无愧。只是有一件事，还想请段兄弟帮忙啊。丞相尽管说，段宏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仗此剑，护卫皇上，倾赤诚，至死忠心。段宏必不负丞相所嘱。
密诏特赦魏齐侯，暂缓行刑。此人假传圣旨，立即行刑！大胆段宏，竟敢私闯法场，抓住他！段兄弟，有你为我送枪，足矣了。给我杀了他！段宏假传圣旨，力斩不赦，当然者当诛同罪，斩了他！住手！我乃皇上亲封的太中大夫，奉皇命而来。我看谁敢逆旨抗命！驾！段宏，走！驾！我现在去见皇上，看你们如何收场！皇上，太中大夫卫青与祁门仆射段宏求见。段宏，是，段宏。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段宏参见陛下。段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是为何？陛下，臣与段不夜前来请罪。参见丞相。怎么样？回丞相，皇上正在议事，暂不能接见。皇上是否正在面见魏大人和段不夜？还是请丞相先回，等皇上见完之后，自会再宣召丞相来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我们走。劫法场，假传圣旨。你们果然是胆大包天，一个闯祸还不够，你也去掺和了。陛下，当时情势危急，朕才刚刚了结了一桩难决的公案。你们两个这么快，却又给朕添难题。卫青，你可知道，假传圣旨是必死的大罪。臣这几年，常闻陛下对边城敌患忧心忡忡，还时常询问段不夜在西域的情况。这次段不夜突然回来，思量他必定有大事急奏，陛下也定想知详情，故提前在法场转达圣意。臣也不算假传圣旨，顶多算是揣测圣意。那你呢？栉风沐雨的赶回京来，是真的边关有事，还是只为了报知遇之恩，营救行刑之人呢？臣这次回来，是救忠良，除奸佞。你可知道，就凭这6个字，已经可以令你身首异处。臣所言并无差错，丞相的确诬陷忠良，我只是来替天行道。大胆！你说丞相诬陷忠良，可有证据？但冠夫纵容宗亲，横行颍川的种种罪行却是铁证如山，依法不能不斩。那魏齐侯呢？他先平七国之乱，又拼死反对太皇太后立梁王为主，让先帝得以将皇位传于陛下，公冠两朝，如此忠臣，何罪以至于问斩？难道陛下不是坐稳皇位之后，就亲舅父而叔魏齐侯这个忠臣，把旧臣功绩都给忘了？住口！依你所言，朕就是忘恩负义，错杀忠臣了。陛下，段不夜忠君之心可昭日月，誓言皆因一时悲痛，求陛下恕其冒犯之罪。冒犯之罪，朕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劫法场，朕又如何处置？天下臣民若认为朕办案不公，都来劫法场，这还有皇法吗？若朕轻饶，如何面对天下臣民？陛下，陛下，丞相他……朕不是已经吩咐过不见了吗？丞相已陪着皇太后入殿了。
臣参见陛下。参见母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免了。丞相，免礼吧。哀家还以为皇帝是忙，连我这个母后都不见了。的确有事要办，耽搁着，才没有立即宣召舅父。没想到舅父去而复返，还请了母后来，而且来得这么快。说到快，哪比得上魏大夫和段仆夜？那边厢犯了国法，这边厢就来面圣。皇帝可知道何谓法，何谓治？要是国法不依，如何以治？国不治，哀家看天下就要大乱了。母后所言甚是，国法不能不彰，犯法不能不惩。不过，儿臣不太明白，如今是谁犯法？禀陛下，这2个人假传圣旨，劫法场、阻行刑、抗皇命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县城百姓、刑场官兵都是人证，他们在刑场更遗下贴身佩剑以及出使毛节，就是物证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明察。假传圣旨，何以见得是假传呢？陛下，他们2人口口声声说奉陛下旨意，可是身上没有手谕，也没有圣旨，那不是假传，还是什么？白民，臣在。去传御史大夫来，朕要问他新法令的事。诺。慢着，还是待朕稍后写一道谕旨，你再去传，免得你被人说成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又有人来烦朕了。诺。将剑传上来。卫青啊，你连传个口谕都要解下佩剑做担保吗？是不是朕的话比不上这把剑的分量？陛下，臣官小言轻，没人相信臣是传陛下口谕。事出突然，臣只好留下佩剑，待段不夜强行离开。官小言轻，看来朕要再升你官了。丞相，一切似乎都是你过于谨慎所致，纯粹是误会一场。起来吧。诺。皇帝，卫青既然真是传你口谕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那么，这个人呢？他明明就是私劫法场，罪不可恕。如果要治罪，那也是先要治舅父的罪。陛下，臣不明白，请陛下明示。你可知道你身后那是什么？这是段仆夜出使西域所持的毛节，他亲带到刑场，并留在那里。现场的臣民皆可作证。回陛下，确实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丞相难道不知道，此节是朕派遣使者的凭据，代表大汉，代表朕，见节如见朕吗？朕将此毛节交与段宏，就算段宏有罪，都必须亲来见朕，交回毛节。丞相却无视法理体统，硬要当场问斩。段宏反抗是逼不得已。朕想问丞相，
你当时心中是否只有杀人之气，全无敬朕之心？陛下，皇帝，丞相判段宏力斩不赦，虽然有点鲁莽，未有顾及段宏使臣的身份，可也只是一心想维护朝纲。难道谁人拿着这毛节就可以任意妄为吗？那日后，母后放心，丞相以下犯上几乎擅杀汉室，对朕不敬等等大罪，儿臣念他重法纪的份上，不予论处。至于段宏，擅闯刑场，虽因初回京城未知情由，于情可恕，但于法难容，朕不会轻饶。来人，在，给朕重重杖罚50，以儆效尤。诺。走。魏夫人到。段大哥，不要多礼。魏夫人，我们6年没见，今天终于一见，我竟如此落魄。段大哥本着朋友情谊，在魏齐侯段大人急难之时出手相救，其情可感，其义可嘉。有你这番话，我就没有那么羞惭了。段大哥侠义盖天，何须羞惭？这是外敷内服的活血药，能消肿解毒，止血生肌，治段大哥的创伤再好不过了。皇上说这是南夷进贡的，是当地的保命圣药，非常珍贵。他一直放在太医署钻研调制，因知你急需，才拿出来送给你。那臣只有谢皇上圣恩了。我知道段大哥还在气头上，这件事也确实委屈了段大哥。但此事若非如此，恐怕皇太后和丞相皆不肯善罢甘休，到时段大哥的命都难保。皮肉之伤，不足挂齿。夫人不必担心，有些东西不是这药能治的。段大哥，魏齐侯与冠大人皆救过子夫的命，你的心情子夫怎会不明白？但是现在，
逝者已矣，不能复生。段大哥一定要振作，我相信他们泉下有知，也不想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子父也会心痛。你放心，我会振作的。等魏齐侯大礼之日，我会去撒米贝插旗经，好好吊祭他，然后重新上路。重新上路，段大哥，此话怎讲？经此一役，很多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冠大哥和魏齐侯既是忠肝义胆之士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既然苍天无眼，君主无情，我不如辞官离京，远离这是非不明、忠奸不变的朝廷。段宏不想再踏仕途了。忠臣都离朕而去，留下来的有多少是忠心赤诚的？又有多少是存有异心想推翻朕的？陛下不要烦心，就像此时的太阳，虽然已临近落山，却依旧照得这宫殿，还有这山河，旗红如火，壮丽雄伟。这山河都需要贤君去主持。贤君，如今连段宏都如此看朕，朕都成了不问是非的昏君了。窦婴和冠夫皆对你有恩，如今是朕下旨杀的，你可曾怪朕？臣妾才智不足，未知大事，只知道相信陛下。陛下绝不会枉杀忠心耿耿，又曾尽力辅佐陛下之贤士，当中必有原因，不然陛下也不会一直为此事烦忧。朕之前就是因为心烦气躁，没有体谅你被母后才疑泄愤的难处，反而向你发脾气。你不但没怪朕，还请缨代朕慰问段宏。臣妾明白陛下当时的心情，臣妾无力为陛下分忧，惭愧还来不及，又怎会去怪陛下？臣妾只希望略尽绵薄之力，让陛下舒怀，暂离忧愁。知朕者，莫若此夫。你来了，臣段宏，参见陛下。敢问陛下召臣来有何吩咐？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臣就是在这里与陛下相识。当时陛下在怀念忠良，祭奠赵大夫和王大人2位贤臣。朕还记得，你用这把宝剑斩毒蛇，免朕受伤。这宝剑是魏齐侯要臣用以护主卫国，可如今剑在，人却已枉死。你句句针锋相对，说明你对朕仍有怨怼。不敢，臣只是实话实说。陛下若认为臣有冒犯之处，求陛下论罪；又或是臣交出印绶，求陛下准臣去职。你过来。
使怪朕下旨杀了窦婴，但你可知道，最不想杀窦婴的就是朕。当年朕在此祭祀2位恩师，如今重回此地，也是要祭祀为朕轻生的忠臣。陛下不会说的是魏齐侯窦婴吧？正是。当年陛下受制于窦太皇太后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可如今陛下权倾天下，既不想杀，自可赦之。你怎知道朕不曾赦他呢？当日朕曾暗访都司库，探视窦婴，可他向朕求的不是生，而是死。求陛下赐臣一死，也了却臣之心愿。不行，外敌觊觎，内有佞臣，朕不能让你就这么枉死。你要留有用之躯，助朕正朝纲，肃贪渎。陛下，朕永远不会忘记你当年是如何服谒朕，如何见贤臣，推儒学，受朕治国之道。朕今日之所以能坐稳地位，皆因有窦丞相你。正是因为臣姓窦，所以臣必须死。这窦姓只会延续外戚专权的依据，加深朝臣相互猜夺内讧，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一。况且，当年先帝赐臣密诏，遇危急之事可承诏面圣。臣本欲借此遗诏面见陛下，为官复申辩。可这遗诏竟在尚书署找不到副本。陛下，这可能吗？若不是臣伪造，那就是有人盗取副本。陛下，能在尚书署下手的，只有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之人。陛下英明，臣指的是谁？陛下应该能够猜到。官府马谡本只是一桩醉酒闹事，何以演变到诛其亲族啊？臣被误为伪造遗诏，这可是滔天大罪呀！当中的情由，难道就只是因为天分没有容人之量吗？你是说其中另有内情？官府醉酒，骂到最后提及一事，让天坟立即将他抓住下狱。当时人们只是以为官府醉得糊涂，胡言乱语而已。那是何事？天坟牵扯的，乃是足以让他抄家灭门的大阴谋，意图谋反。什么？他一是为丞相，又是国舅，位极人臣，这没道理。这或许是他为太尉之初，又或许是被免职赋闲之事的图谋。臣听官府转述，田汾曾向同谋说：“陛下整日狩猎，以身犯险，却无子嗣。若公居晏驾，汉室无主，他们便可成大事。”真有此事？官府已死，家已被抄，宗族既灭，而臣为了救他，也身陷囹圄，被诬以必死之罪。陛下，孰真孰假，只能凭信与不信。这么说，你们全无证据？确无实证，目前只有臣死，让田汾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田汾及其合谋余党。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二。若真像你说朝中有此等大事，朕就更不能让你死。朕要你查出冠夫枉死的实情，
分谋反的罪证。那陛下不就蒙上了包庇罪臣的污名吗？什么污名不污名，朕不怕。朕是皇帝，朕不让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陛下，臣还有第3个非死不可的理由。当日官府不愿去填坟的婚宴，却因臣极力劝说，他才出席。因此招来杀身之祸，官府因臣而死，臣有何颜面求生人前？求陛下治国依法，杀臣以立威信，让臣对官府尽义，对陛下尽忠啊！如此一心为朕为社稷的忠臣，朕怎舍得让你枉死？一句忠臣，都应足矣。臣死前还想对陛下再进一言：为君者，有时难免要恨，要决断。臣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这是窦婴为自己亲书的遗亲，用它来盖世，以示其一生受得起这4个字。臣罪该万死，不曾体谅陛下苦衷，多番不敬。你何罪之有？窦婴枉死，朕痛心疾首，却不能宣之于口。你生气，只因与朕同心，朕怎会怪罪于你？段宏，你一去6年，你可知道，这些日子里，朕如失了右手一般。段宏，你别再去西域了。现在这处境，你留下来帮朕，续窦婴之志，助朕追查填坟谋反罪证。臣定当尽心尽力，为陛下效犬马之劳，鞠躬尽瘁。这玉蝉是朕为窦婴亲雕的玉函，朕不能亲往致祭，希望你能将它放在窦婴口中，以慰窦婴亡灵。口含于世，欲化不得，欲为苦辣，一欲不朽。玉蝉有重生之意，愿窦婴能远离一切妖咒，让一生功过待留千秋平定。为其后在天之灵，必如陛下所愿，早日重生。你就好好替朕吊祭窦婴，以表朕之哀思。
继魏齐侯英灵，丞相，是祭奠窦婴的祭台。别管他，绕道过去。诺。魏齐侯在天之灵，他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重转小计，吓得了本丞相吗？不要管他，走！魏齐侯，你在天之灵，保我为你报仇雪冤，让祸害忠良者下场悲惨。段宏在这里设下路计，当天际英灵。愿魏齐侯在天之灵，保卫汉室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欺上瞒下者，心不安息，誓不更位。侮辱本丞相，是不是想不官复后尘？路计英灵，如讨奸佞，与丞相无关，怎么会征服到丞相？这是魏齐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遗情。走，上车！愿无辜者无愧天地，害人者自遭报应。扰乱朝纲，必自食其果。快做尽坏事，必不得好死，必不得好死，必不得好死！害死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必遭天谴，必遭天谴！母后，这个是彩云飞凤，瑞气吉祥，龙飞凤舞，还有锦绣红鸾。来，快尝尝吧。好。有女儿在，果真不一样。母后这几日心烦没有胃口，公主一来现时就精神多了。平常哀家就爱吃这些，你知哀家心意啊。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母后心意了，但这些菜式是子夫想出来的。也不全是臣妾的意思，很多是意涵提出的花样。是啊，母后，意涵她为了增加母亲的食欲，花了不少功夫呢。你看，这个多有趣！这是什么名堂？这个呢，叫做五谷丰登。这不同颜色的食材都有助开胃促食。来，尝尝吧。果然合哀家的胃口。果然开胃。这就好了。魏夫人为讨母后欢心，想尽了办法，还找来了平阳公主，这样母后心宽安康，皆大欢喜，那就最好了。妃妾服侍母后，理所当然。做女儿的也想母亲吃得开心。意涵一大清早就开始弄了，母后，再多尝一点吧。你献进宫的那些人里，就这个厨子不惹人生气。皇太后要是喜欢，可以召意涵随时来长乐宫做菜。哀家怎么敢用你的人？
母后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这宫里谁的人你不能用啊？况且多用一些人，让母后显显威风也好嘛。那要不叫他给丞相做菜，好让舅父也换换胃口。姐姐，你知道，母后之所以胃口不好，皆因段宏设台路计吓到舅父，之后就久病不起了。皇上既已下旨，接舅父入宫休养，相信有御医的悉心诊治，很快就可以痊愈的。唉，只怕有些病啊，连御医都束手无策，真是被这些人害死了。生前就捏造证据污蔑舅父，死后还阴魂不散似的拼命纠缠，害得舅父整天魂不守舍呢。哀家吃不下了，弟弟这个样子，哀家还能吃得下吗？哀家心不宁啊！母后，无愧天地。魏齐侯在天之灵，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，其上瞒下者，食不甘味，下场悲惨。这是魏齐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义亲，必遭天谴。必遭天谴！必遭天谴！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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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不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？弟弟，弟弟。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没病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姐姐不懂医术啊，弟弟，你应该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。御医没用，得靠你，姐姐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你才能镇住他们。姐姐，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难道你真的被恶鬼缠身了吗？你别说。他们会听到的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弟弟，你救不了，快传太医令！诺，快！弟弟，弟弟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有姐姐在的一天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一如当年姐姐在后宫失忆的时候，你守护着姐姐，为姐姐奔波一样啊！他们好厉害，生前行军打仗，大杀四方，死了为鬼为欲，绝非等闲之辈呀！他们来抓我了！弟弟，你不要吓我呀，弟弟！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，没用的，姐姐，没用的，你保不住我了。那段宏法术真的很厉害，他招风唤雨，呼神唤鬼，我真的是斗不过他呀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区区不夜，姐姐才是皇太后，有姐在，没事的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姐姐，这一辈子有你做我姐姐，足够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丞相既是陛下舅父，葬仪一切一定要风光。臣妾已经安排有司去办理，
葬地也已经选好，墓室的形制按照丞相府原状，随葬的金器、玉器、青铜器，臣妾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就等陛下择吉日送葬。母后可好？母后心中郁结，还想静养。母后已闭关3日，足不出户，不肯见人。皇后与其安排丞相丧事，倒不如去安抚母后，看她是否安好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母后。参见母后。儿臣担心母后。母后，哀家今日来，是找他。哀家的心情，众妃之中，属你最明白了。当年你弟弟卫青宫外出事，你身怀龙胎都要护着他。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抱不平？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？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陆计惊吓至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。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0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慈恩。你，母后，皇太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。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，激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抑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
治朝臣死罪，确实能成母后一时之愧。可施诛李据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陆祭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这也非母后所愿吧。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